就在过去的这48小时里，彭博社、路透社、华尔街日报的内线电话被同时打爆了。所有消息源都在确认同一件事：马斯克的 SpaceX 已经正式向美国证监会 SEC 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，内部代号极其嚣张，叫 Project Apex 顶点计划，目标估值直接锚定 1.75 万亿美元，预计要从市场上抽走创纪录的750亿美元。还记得我2月份做的那期视频吗？当时全网都在说马斯克要把算力送上太空，如何的。我是怎么说的？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星辰大海，这就是一场为了在2026年中旬冲刺这万亿估值，为了洗掉他个人100亿烂账而精心策划的世纪金融大战。现在你看，估值、合并、6月的时间节点，靴子马上要全部落地了。但今天我不是来领预言家奖杯的，因为在这份最新泄露的 IPO 计划里，藏着2个让全网散户陷入极度狂热，且让顶级投行在私下里瑟瑟发抖的诡异反常点。第一， SpaceX 这次破天荒的要把高达 30% 的打新份额，也就是整整200多亿美金的原始筹码，直接派发给像你我这样的普通散户。第二，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推出了一项新规则，如果一家新上市公司的市值在挂牌后第15个交易日就能冲进纳斯达克100前40名，它就可以被直接纳入指数。 SpaceX 一旦上市，毫无悬念的会触发这个条件。你现在去推特上，去各大的财经论坛上看看，全是在喊马斯克是散财童子，全是在喊跟着首富去火星发大财。但兄弟们，资本的盛宴里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大家用常识想想，传统的科技巨头上市，给散户的配额通常死死压在了 5% 以下。为什么马斯克这次突然这么大方呢？因为他不爱你，他爱的是你口袋里的流动性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带你穿透 SEC 最底层的合规条文，扒开这 30% 散户配额背后那颗致命的毒苹果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就会彻底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带领全人类冲出地球的太空募资，这是一场为了绞杀 OpenAI 的流动性黑洞，是一场强迫美股权重巨头集体失血的金融绑架，更是为了马斯克100亿债务买单的终极杀猪盘。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第一个问题，马斯克为什么非得是现在呢？他可不是在看黄历挑日子，他这是在向 AI 赛道的死敌 OpenAI 和 Anthropic 发动一场极其残忍的金融断水断粮。很多人对这750亿美元的融资额根本没概念，觉得印钞机开一开就有了。我给你们算一笔极其残酷的物理账。高盛今年2月发的最新研报预测，2026年全美 IPO 市场会迎来大爆发，全年大约120家公司上市，总融资规模达到多少呢？1600亿美元，已经是历史高位了。但是你看看 SpaceX， 它一家公司一口气就要打算抽走750亿，这相当于直接拿走了整个美股全年接近1半的 IPO 融资总量。你们知道目前 AI 大模型的晶片竞赛烧钱烧到什么地步了吗？ OpenAI 虽然估值逼近万亿，但它为了维持那个庞大的算力激情，根据他自己披露出来的内部文件，2026年预计亏损仍然要高达140亿美元。这2家原本的算盘打得极好，都指望着今年下半年进行 IPO，
去华尔街募资个几百亿来续命。但现在马斯克要抢在6月出手了，这就好比一条原本只够几艘小船平稳行驶的运河里，突然闯进一艘尼米兹航母，这艘航母吃水太深，把运河里的水全压走了，两侧根本没有一辆，岸边那几条小船还没来得及出发，就已经搁浅在了河滩上了。当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在6月份被 SpaceX 这个超级巨兽强行抽走750亿现金之后，市场的流动性将处于极度枯竭的状态。等到下半年，Sam奥特曼拿着 OpenAI 的招股书去敲华尔街大门的时候，他会惊恐地发现，地主家早就没有余粮了。大家复盘一下，2014年阿里上市抽走250亿，和2019年沙特阿美抽走290亿的时候，大盘是怎么哀鸿遍野的。 SpaceX 这次是750亿，它不费一兵一卒，直接在水源上游筑起了一座节流大坝，把竞争对手活活的渴死在下游，这就叫最顶级的资本阳谋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以为被吸干的只有那些初创公司吗？错，接下来要倒霉的还有你股票账户里拿着的苹果、微软和英伟达。这就要说到那个15天快车道了。高盛的分析师测算了一下， SpaceX 以 1.75 万亿美元的市值上市，会瞬间成为纳斯达克100的第5大权重成分股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全球超过7万亿美元的被动指数基金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，不管他们看不看好马斯克，都必须在第15个交易日那个节点，机械性的、强制性的买入数百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。那这几百亿的现金从哪来呢？被动基金平时可是满仓操作的，他们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闲钱，唯一的途径就是强制抛售现有的权重股。全美最大的公募基金和 ETF 将被迫集体砸盘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的股票，腾出钱来接盘 SpaceX。 一场毫无预警的纯粹由指数规则引发的大盘股踩踏事故，在 SpaceX 敲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。第三个问题，这几百亿的融资缺口还有谁来填呢？没错，21家投行组成的承销辛迪加，把极其锋利的镰刀伸向了那 30% 的散户。听到这里，很多散户可能还不服，说既然 SpaceX 这么猛，那我打不过就加入啊， 30% 的额度我买入，上市第一天赚个溢价跑路不就行了吗？如果你脑子里是这种想法，我劝你冷静下来，仔细听完这段话。这 30% 的散户配额根本不是什么财富密码，这是华尔街为你们量身定制的绝命毒苹果。我们来扒一把底牌，为什么机构只拿 70%， 非要塞 30% 给散户？因为机构太精了，机构在看底牌的时候，一眼就能看穿 SpaceX 虽然新链很赚钱，但合并进来的 xAI 不仅每个月要烧掉超过10个亿，身上还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债务。机构在路演的时候绝对会拿着计算器疯狂的压价。马斯克怎么对冲机构的压价呢？引入疯狂的散户。他知道散户不看财报，散户只看火星殖民的宏大叙事，但真正的深坑藏在极其隐秘的交易规则里，这是全网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的硬核真相。大家去查一查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， 它有一条极其冷酷的规则，叫 FINRA Rule 5131，其中有一个机制叫惩罚性出价 Penalty Bay。简单说，
如果你打新拿到了股票，在30天内就卖了，这在华尔街叫翻转 flipping。 只要你敢翻转，主承销商就会把这笔账算到你开户的券商头上，扣掉他们的销售佣金。你想想，券商能吃这个哑巴亏吗？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券商为了自保，会在用户的协议里给你套上极其严苛的反抛售惩罚。Robinhood 直接封禁你60天的打新资格， SoFi 则是第一次半年，第二次1年，第3次终身永久封禁打新前线。看懂这个死局了吗？ SEC 在法律上确实没有锁定你，但券商用底层的金融规则硬生生的给你套上了一个合成锁定期。说白了，就像你参加了一场只许进场不许出场的酒局。在 SpaceX 上市后最危险的那头1个月里，你就是机构派发筹码时最完美的接盘侠。而且就算你咬咬牙拿长线，你以为你能买到多少呢？你去看看 Robinhood、Webull 这些券商的底层分配算法。在几百万散户疯狂认购的情况下，根据以往热门科技股 IPO 的真实回测数据，大量散户在账户里冻结了几万美金，最后系统一算，只给你分配了1股。没错，1股。你承担了全部的锁仓风险，在2万亿的盛宴里，你只是一个气氛组。第4个问题，这 VCX 血案就是 SpaceX 上市的意愿。大家看看刚刚过去的这几周，美股真实发生的一场血案。3月19号，纽交所上了一只叫 VCX 的基金，因为它底层持有了一点点 OpenAI、Anthropic 和 SpaceX 的私募股权，结果前往散户就像疯了一样往里冲。短短的4个交易日， VCX 的股价从30亿美元附近直接干到了575美元，暴涨1740%。散户们顶着超过实际净资产30倍的极度溢价，去抢这所谓的未来船票。然后呢，3月26号，华尔街最令人生畏的空头机构浑水 Muddy Waters 在推特上发出简短的一张图，配了几个字 VCX explodes， VCX 爆炸了。短短几分钟内，恐慌性踩踏发生， VCX 当天盘中最大跌幅接近 50%， 无数在高位接盘的散户瞬间血本无归，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 VCX 和 SpaceX 的情况有所不同， VCX 是封闭式基金的溢价崩塌，而 SpaceX 是真实公司上市后内部人套现，但核心的剧本完全一样。当散户被规则死死地绑住手脚，在头30天里根本不敢抛售的时候，那些拿了极低成本期权的早期风投，内部员工会在高位把筹码像瀑布一样倾泻在你们头上。当散户成了不能动的靶子，这场屠杀连一点悬念都不会有。第5个问题，这几百亿到底拿去干什么呢？别跟我提火星，去查查马斯克的账本，那里藏着一个让整个硅谷都不敢声张的100亿债务黑洞。大家还记得今年年初 SpaceX 合并 SAI 那场大戏吗？纸面上看，合并后的整体估值被推到了 1.25 万亿美元，但这背后是什么呢？ XAI 和 X 平台合计背负着约175亿美元的债务，其中有一笔极其恶心的烂账。马斯克当年为了强行收购推特，借了约130亿美元的高息贷款，后来他把 X 平台并给 XAI 用，连带着把约50亿美元的 X 平台杠杆债务
一起塞进了 XAI 的资产负债表。今年3月，彭博社爆料说，这笔175亿的债务正准备全额偿还。钱从哪来呢？看看750亿的 IPO 募资，你自己算。现在的 XAI 每个月光维护算力基金、交电费，就要硬生生的烧掉超过10个亿。所以马斯克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强推750亿的世纪 IPO 呢？为什么非要给散户30%的额度呢？底牌揭晓了，兄弟们，他这是在利用公众市场，利用你们对星辰大海的狂热，去筹集一种在华尔街被称为哑巴资本的钱。散户投入的打新资金，实质上就是被拿去填补 XAI 每个月10亿美元的算力窟窿，以及当年买推特欠下的那些高息烂账。你出钱帮他还债，那你得到了什么权利了吗？抱歉，不仅没有，他还把你的嘴彻底的缝上了。第6个问题，你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。根据彭博社等多方报道， SpaceX 正在设计双重股权架构。马斯克和他的核心圈子拿的是 B 类股，超级投票权是普通股的10倍到20倍，而你们散户拿真金白银买的叫 A 类股，一股只有1票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哪怕未来马斯克持股比例被稀释到的很低，只要这个超级投票权结构在手，他在董事会依然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。你想想看，在2万亿美元的盛宴里，你以为你是共建人类文明的股东，但如果有一天马斯克决定把 SpaceX 账上的利润钱砸进那几10年看不到回报的火星坑，或者全拿给 XAI 交电费，你们连在股东大会上举手反对的资格都没有。更让人绝望的是什么呢？当你们散户被券商的反抛售规则死死地锁住的时候，马斯克和那些高管却拥有了特权。 SEC 有一条规则叫 Rule 10B5-1交易计划，允许掌握核心机密的内部人士提前设定好自动抛售程序，在合规的掩护下，开盘大涨的时候，散户在底下傻傻的当钻石手，而内部高管的账户却在自动合法的向市场倾泻筹码。散户的钱就这么成了他们实现财富自由的血包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合法的降维收割。但反过来想，这里有没有藏着真正的机会呢？既然我们看透了规则，我们就要反向利用规则。首先，我必须发出最严厉的合规警告。现在全网各大电报群充斥着大量所谓的内部渠道，宣称能帮你代持 SpaceX 的原始股，或者卖给你什么 SPV 份额。兄弟们，千万别碰，这99%都是精心设计的空气币，一旦爆雷，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SEC 也根本保护不了你，绝不碰私下代持，这是保命的第一条底线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机会，我觉得就这么一点。既然我们知道 SpaceX 上市后触发15天指数纳入规则，会导致全球被动基金被迫的抛售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来腾出资金，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根本不是去抢那30%的毒苹果打新，我们应该准备好充足的现金，死死盯住上市后的第14天和第15天附近。当那一天到来，当被动基金为了腾出基金接盘 SpaceX 而无脑机械的抛售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的时候，这些真正拥有恐怖盈利能力、基本面毫无瑕疵的优质巨头，可能会砸出一个极其罕见的错杀黄金坑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观察窗口，市场实际走势充满变数，
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别人在狂热中接盘估值 1.75 万亿，背着100亿债务的太空盲盒，而我们要在恐慌中去观察那些被大盘失血错杀的优质资产，这才是看透资本暗网后最冷静的反向视角。在资本的暗网里，认知速度如果慢1秒，钱包就会变成别人的燃料。路透社已经爆料，4月21号前后 SpaceX 将向华尔街分析师展示他们在孟菲斯超级算力中心的真实底牌。马斯克要用轰鸣的发电机让华尔街彻底的臣服。一旦有真实的债务数据和财务底单露出，我会在第一时间在这里进行深度的拆解。你准备好你的子弹了吗？正所谓750亿水抽干，15天入职100亿兵，散户锁仓机构逃，前田债务几人清。评论区告诉我，看透了这场游戏，你还会去做那30%配额里的钻石手吗？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